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3个上将突然蒸发，中共烈士纪念日，往年是军方必到的政治仪式，结果今年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政委刘青松，还有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3位重量级上将同时消失。官媒通稿只敢写一句战区领导出席，现场照片更离谱，上将全不见，只剩2个中将撑场。这不是小事，这等于直接宣布苗华系的将领被成批清洗。而就在军方缺席的同时，地方政坛也爆雷。前贵阳市长陈燕重判落锤，他的仕途背景一翻开，全是习近平最亲近的2个人，栗战书、陈敏尔。更惊人的是，判决书直接写明他和汉能合作的黑幕。这不是网友爆料，而是司法文书。换句话说，军中3上将失踪，地方重臣落马，刀口全指向同一批人，习近平的亲信核心。中共四中全会还没开，军中双线大清洗已经提前开打。今年9月30号，烈士纪念日仪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省政协主席张以真等省级领导照例参加，但真正引爆观察的是官媒的文字。今年的通稿中，对军方出席者的描述只有短短8个字：东部战区领导出席仪式。这看似正常，但对熟悉中共政治仪式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异常。2024年同一场仪式，报道明确写道，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政治委员刘青松出席仪式，名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含糊。2025年却不再点名，只说战区领导，而现场画面显示，站在地方领导身边的是2名中将，没有1位上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变化，而是中共政治运行的潜规则。军政联合仪式的官媒通稿一向固定格式，严格对位，谁来谁不来，谁在谁前面都是政治信号。今年这种笼统带过的口径，等于直接宣告林向阳和刘青松不在场。这2位并非普通军官，林向阳出身原31集团军，习近平的福建系嫡系将领，靠苗华时期的政治工作部考核，一路火箭升迁，短短1年半连升中将、上将，最后掌握东部战区这个对台主战的大军区。刘青松出身空军，但在苗华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负责将领考核期间，刘青松2018年7月升任东部战区副政委兼东部战区海军政委，2019年6月晋升海军中将军衔，2022年1月升任北部战区政委，同时晋升海军上将军衔。也就是说，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刘青松实现了从少将军衔到中将军衔和上将军衔的连环跳。2023年6月，他回调东部战区任政委，与林向阳搭档。这2人过去3年，每年烈士纪念日都会在江苏露面。这次突然双双缺席，并非小事。外界早在2024年底就传出林向阳被查的消息。今年3月，他曾在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座谈会上短暂露面，但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却于今年3月25号在 X 平台爆料说，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原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都已被捕。时评人蒋网正和曾率先爆料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抓的前中共媒体人赵兰健，也分别在今年5月爆料说，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被秘密带走调查。如今的缺席几乎实锤证实了爆料属于遥遥领先的预言。同样的剧情也在四川上演。2024年的烈士纪念日，四川省官方通稿明确，西部战区上将司令员汪海洋与省委书记王晓辉、省长石小林一同出席，名字排在省委书记之后，省长之前。这种排序代表的是极高的政治礼遇与军方地位。但2025年的报道中，对军方的描述只剩下西部战区有关领导，没有任何名字。现场照片显示，代表军方的只有1位中将汪海江，这个曾经的 C 位人物从报道里完全蒸发了。汪海江同样来自苗华人氏提拔县，他早年在兰州军区西部战区任职，但在苗华2017年8月开始任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统管推荐军队干部升迁之后，汪海江在2019年12月到2021年9月的近2年时间里，完成了从少将晋升至中将、上将军衔的火箭蹿升，
是习近平构建西部军事防线时倚重的将领。前中国大陆媒体人赵兰健2025年3月26号在 X 平台爆料，一份最新清洗名单显示，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中共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王鹏、东部战区海军司令王仲才、第73集团军军长丁来富等军中重量级将领已遭带走调查。如今的缺席印证了这条传闻。至此，东部战区林向阳、刘青松加西部战区汪海江这3名上将，在烈士纪念日这一政治窗口集体失踪。他们的共同点非常明确，都是习近平亲信描画快速提拔上来的嫡系，都掌握着对台作战或镇守西部战略重镇的职务，都在今年的政治节点上突然从公开场合消失。这不是偶然，而是军中一场针对习近平党羽的系统性清洗。就在3名上将集体失踪的前一天，另一个重磅事件发生了。9月29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宣判，中共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前贵阳市长陈燕因受贿3.57亿元人民币，滥用职权罪被判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里的关键一句话是：2017年5月至2021年10月，陈燕在担任铜仁市市长、贵阳市副市长、市长等职务期间，为了快出政绩，违反相关规定，主导两地政府与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这不是舆论猜测，而是司法文书的明确认定。而时间线更耐人寻味，陈燕是在2005年至2015年历任贵州省发改委资产投资处处长、铜仁市副市长、贵州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铜仁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既在政府任高官，也在公司任老总，政商两条路横着走。2017年至2021年，先后任中共贵阳市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长等职。而栗战书于2010年8月至2012年7月任中共贵州省省委书记，而陈敏尔是在2013年1月至2017年7月任中共贵州省省长、省委书记。换句话说，陈燕的仕途是栗战书和陈敏尔担任一把手时扶上来的，而他主导的汉能合作项目正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工程。而汉能背后的李鹤军更是曾经中国首富，在2009年与栗战书在黑龙江会面，2011年又在贵州会面，推动能源合作。2024年，李鹤军因骗取贷款被起诉。2025年4月在锦州开庭，成为全国瞩目的政商案件。陈燕案把汉能合作写进判决书，等于司法层面锁定了这条利益链的节点。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判决办到了刀口上，实际剑指的正是习近平的亲信核心栗战书、陈敏尔。当然，判决时间选在4中全会前夕，本身就是强烈的政治信号。一边是习近平亲信描画推荐提拔的3名上将在烈士纪念日集体消失，一边是贵州官员陈燕被重判，牵出疑似栗战书和陈敏尔的白手套汉能老总李鹤军。军中清洗的方向很明确，针对苗华和卫东这条提拔链，清除习近平在军中的一切余党。地方与政商的刀口也指向习近平早年扶植起的栗战书、陈敏尔网路。上述情况看，中共4中全会之前，军政体系的权力重组已经提前开场，这是一场军政双线并行的清洗，也是中共内部权力重新洗牌的前奏。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